这个女孩长得一般，却特别会把别人男朋友抢过来。她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信息，迅速分析出那些渣男的喜好，然后装成那种他们会心动的女生，这样就能快速代替委托人，帮他甩掉控制他的渣男。今天的求助者叫黎莎，因为遭受男友的极端控制束缚，只能绝望地在网上求助。偶然间某人推荐了抢夺恋人工作室，我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给了他们，但他一看到厨子就开始质疑，坦白说你不是他的菜，别担心，你能追到他我也一定行。看到这，助理赶紧打圆场，介绍说厨子是工作室的核心成员，成功率高达100%。黎莎还有些存疑，厨子却一招就让她信服。她拿起手机，仅凭男友的社交动态就能精确猜出他的喜好，喜欢年龄相仿或略大的实习美容师，或是看似清纯熟悉后话多的女生，外表少女，性格却是软萌小恶魔，真是让人惊叹。厨子这番本领彻底打动了黎莎。助理说如果抢救不成功就不会向她收费。听着黎莎的叙述，他们逐渐明白黎莎和男友是在工作时遇见的，因为彼此相吸引，两人自然而然地同居了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黎莎意识到表面温柔的男友实际上非常控制，哪怕只是普通的外出办事，会被误会在秘密约会。更恐怖的是，仅仅因为对取外卖时说一声谢谢，男友就觉得她不忠诚。有必要对送餐员这么友好吗？尤其是在男友面前，持续的严格控制让黎莎感到窒息。她一提出分手，男友的伤害就更加严重，这让人更加绝望。对方知道她的工作和家庭住址，使得黎莎连偷偷逃走的机会都没有。无奈之下，她只好向高中同学求助，希望这位律师朋友能够帮助自己。没想到男友突然出现，希望顿时破灭。因为过于恐惧，黎莎不顾一切地逃走了。之后尝试联系那位同学，却被告知不想招惹麻烦，让黎莎别再找他。她整天都不敢回家，直到踏入工作室，厨子接着说会帮他快速解决问题。另一方面，联系不上女友的渣男正发狂大发雷霆，他发誓要让他吃苦头，冲他喊你给我进来。厨子一出现，渣男就心花怒放。然后厨子假装自己是黎莎的高中同学，说自己因为和男友吵架心情很差，所以希望黎莎能陪自己一晚。为了消除渣男的怀疑，厨子撒娇地说黎莎自从有了男友就不怎么联系老朋友了，因此希望渣男能劝劝黎莎，别因为谈恋爱就忽略朋友。说着撒娇贴近那渣男，厨子明显靠近他，让渣男很是享受。随着两人互动不断升温，空气里越来越有暧昧味道。这时黎莎完全被男友忽视，正当她应该摆脱渣男时，本以为他会因此很高兴，没想到却对厨子很反感。因为黎莎发现了厨子只花了3分钟就抢走了与她交往3年的男友。这种对比使黎莎感到非常自卑，甚至希望厨子这次能抢不到男友。电话铃声正好响起，原来是助理装成老板打电话，说黎莎要出差几天。因为厨子的存在，男友不再干涉黎莎的行为，甚至希望她快点离开，别打扰自己。因此黎莎自然而然地和男友分了手。目送黎莎走后，他们交换了联系方式，然后厨子特意夸黎莎超级可爱，说男生都喜欢这样的女生，要是自己也能可爱点就好了，或许就不会和我分手了。绝不是这么回事。什么啊？然后看到厨子发的信息，我是厨子，今天真的很感谢，我不想回去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然后他们俩自然而然地欢呼了。2周后，黎莎收到了男友的道歉短信，这意味着她终于能摆脱男友了。正当她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，却突然接到那个渣男的电话。那个女的到底怎么了？简直让人烦透了。自从她搬来我家以后，原来厨子成功取代了黎莎，也开始变得像那渣男一样，变成了个控制欲超强的女友，一直盯着渣子的动向，一点不顺心就动手打人，吓得渣子躲着要求分手，同时希望黎莎能回到身边。厨子突然接听电话问道，渣子为何换号码？至此，本集的抢夺恋人服务宣告结束。但黎莎在付完钱后并未立刻离场，因为被厨子抢男友的事激怒了，她真的很不甘心，所以希望在这里提升吸引力，直到超过厨子。这次帮助的人叫春日，她无意中发现男友山原不止和她一个人在交往，而且每次恋情都不超过半年。
于是春日打算主动提出分手，没想到自负的山原竟说，分手只能由他说了算，想分手也得等他开口。此外，春日还注意到，男友好像跟他的直属上司有过一段情，听说上司对他至今念念不忘，所以每次男生想靠近他，对方就会用各种借口让他们保持距离，还会恶狠狠地警告他。就这样，春日不只要处理喜欢炫耀的孔雀男友，还得小心不让护士长发现他们的恋情，再加上繁杂的工作，这让他日子过得很苦。为了改变这种情况，他想到了辞职。接着他比较了其他医院的招聘广告，春日无奈地发现，现在的工作是最佳选项。正当他为此头疼时，偶然看到的论坛帖子给了他新希望，于是带着试试看的心态找了家工作室，不料很快就像黎莎一样佩服不已。厨子先简略提了2个问题，然后翻开山原的朋友圈，仅仅10秒，他就准确分析出他所有喜好。他倾向于喜欢那种看起来清纯的公司女主播，性格的既包容又柔情，还得擅长倾听并能不着痕迹地引导谈话。厨子的出色表现让春日大为惊喜，他立刻支付了所有费用。我要把你抢过来，拜托了。黎莎还在犹豫怎么行动时，厨子已经开始工作了。他首先开了空调，把温度开到最高，再穿上厚外套，开始猛烈运动，整个过程都不喝水，直到完全耗尽体力，严重脱水。这时才给浅昭打电话，准备好了，赶紧叫车。原来厨子的行为全是为了住院，这样就能自然而然地接近山原。春日意外地发现厨子是为了帮自己而这么做，竟然不惜伤害自己，他真的很感激。厨子的分析说，山原喜欢帮助弱势的人，装病让他更易成功。2天后，厨子逐渐康复，趁山原查房时，他向他表达了感谢，然后假装头晕接触他，最后轻拍他的手，真诚称赞他真温柔。山原挺享受厨子的崇拜，但护士长突然闯进来，一切都被迫停止，这让他感觉意犹未尽，心里像是被猫抓了一样。他却不知道这只是厨子计划的开始。晚上，厨子早早藏在楼梯间，等山原下班经过时突然出现，伪装成偶遇。山原说晚上离开病房违规，我知道，请你帮忙保密，别让护士长知道。但也得赶紧回房间。声音突然响起，厨子急忙拉着山原藏了起来，不希望别人看见我们在一起，感觉有点害羞。他借机要山原送他回房，可爱会撒娇的他让山原难以拒绝。山原不知道自己即将步入是一个精心设置的恋爱陷阱，为避免被护士长发现，2人偷偷溜过护士站回去，却不小心弄出一点声音，紧张地蹲了下。突然的暧昧让他们俩很享受，幸好护士长没察觉什么，很快就放下了戒心。2人拉手快速跑回房间。躲护士长如同一场小冒险，让他们迅速变得更近。雅子觉得今晚这事儿太有趣，肯定会彻夜难眠。如果稳重的山原医生愿意陪聊会儿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厨子的真情让山原医生颇感受用，以为是自己魅力令他倾倒，甚至愿意拜倒在他的风采下。第2天，按原计划，浅昭在春日的帮忙下成功潜入医院，谎称自己是来修电话的。护士长说没收到这通知，要求他离开。春日见状急忙出面缓和气氛，声称是自己突然预定才混过一关。随后浅昭告诉所有人，会测试拨打护士站电话，嘱咐大家不用回应。与此同时，厨子的计划也在顺利推进。他先是深情拥抱山原，接着在对方不注意时夺取手机，悄悄地给护士站打电话，悄无声息地把手机塞回对方口袋。另一边，浅昭抓住机会开启了免提，从没遇到过像厨子小姐这样迷人的女孩。快出院了，我会很想你的。突然响起的声音让所有人愣住了。看到这情况，护士长和春日立刻赶向病房。眼前这一幕让人难以直视，突然出现的2人让山原马上清醒过来，他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失控，意识到后羞愧地逃了出去。但事情还没完，回办公室的山原马上感觉到同事那不寻常的目光，原来八卦已经传遍了医院。同事坏笑着让他看下手机，一看到来电显示，山原当场尴尬死。与此同时，春日也知道了护士长的小秘密，原来对方早就识破了他与山原的关系，一直反对是因为早就察觉出山原是个坏蛋，这么做全是为了保护春日不受伤害。
至于那个护士长迷恋山原医生的谣言，也是他有意放出的，目的只是为了防止科室的其他新人受骗。得知真相的春日非常感动，真心的对护士长表示了感谢。春天来了，黎莎总算甩开了那个烦人的孔雀男友，但此时此刻，我们的中二少女黎莎却在不停的道歉。原来黎莎为了给工作室拉客，脑子一热，网上乱发广告，结果引来了一大堆投诉电话，连平时脾气好的浅昭都忍不住崩溃了，只好让黎莎自己收拾烂摊子。话说黎莎什么时候能超越厨子啊？你好，这里猫咪工作室，那个烦人的广告是你发的吗？是的，很抱歉。女孩突然发现她好像被哥哥锁住了，她急忙打电话求救，但当被问及具体位置时，她说不出来。那你能看见周围有啥特别的吗？她便转向窗外，试图看得更清楚些。哥哥突然出现，吓了她一跳，电话突然挂断，让厨子感觉到对方可能有麻烦。黎莎建议马上回拨，但被浅昭断然拒绝，可能是快被发现了，所以急忙挂了电话。另一边，白石严肃地问佑奈在和谁通话，表面关心，实际上很警觉，知道是骚扰电话后才放心下来。佑奈差点被哥哥发现，有点紧张，找借口说要去洗澡，急忙离开房间。这个小插曲却让他开始怀疑哥哥。不久前，还是学生的佑奈因家庭变故离家出走，没地方去，只能在街头流浪。但他上了神代少女论坛，很快就找到了愿意收留他的人。对方不仅帮他赶跑了油腻大叔，还愿意免费提供他住宿。佑奈虽然心存感激，仍然保持警惕，毕竟对方一见面就要求他交出手机，这让他不禁对对方的意图产生怀疑，可能是察觉到他的担忧。白石迅速又递出一部手机，解释这全是为了他好，既然是离家出走，不希望被家人通过定位找到的话，换上新手机更好。佑奈没那么警惕了，白石趁机分享了自己的往事。这里原是他们一家4口的幸福之地，但在4年前，15岁的妹妹不幸去世，父母因难以接受而频繁吵架，最后决定离婚，各自离开这片伤心地。自此，他独自一人留在这里，孤独地珍藏着回忆。他第一次见到佑奈时，感觉自己和妹妹特别像，接着告诉佑奈不用担心，会像亲妹妹一样呵护她。佑奈被这番话深深触动，没有了任何怀疑，心甘情愿交出了自己的手机。但他未曾想到，这正是噩梦的开始。随后，白石开始像哥哥一样细心照料佑奈，不管他想做啥，白石总是静静的陪伴。怎么啦？看不见你的脸了。在这儿的每一天，佑奈都觉得特别放松。他甚至认为白石就像个救星，给他带来温暖和治愈，每天都觉得特别幸运，这让他迫不及待想跟好友分享。于是他提出要回手机打电话，结果竟遭拒绝。你也会离开我对吧？不会的，我不会离开，真的。于是乎，佑奈不再坚持要回手机了，因为他不忍心看白石难过。接下来的事件给他完美的生活添了裂痕。那天，佑奈舒适地蜷缩在沙发上，阳光温暖地照射着他，这使他不由自主想呼吸新鲜空气。他便决定去开窗，但窗户一推，刺耳的警报声吓了他一大跳。他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白石1秒钟内从卧室冲出来，迅速将窗户关上。面对佑奈的质疑，他只说自己一个人住，装警报是为了更安全，要通风的话可以开排气扇。虽然白石的解释听起来挺靠谱，但佑奈还是感觉到了些许不对劲。于是等到夜深，趁白石洗澡时，佑奈决定溜进他的房间看看。他推开门，依靠着微光打量四周，床上的诡异娃娃让他心里发毛。尽管想逃出去，他还是继续搜索，直到发现自己的手机在抽屉里。他正打算取出，却发现手机被锁得很紧。这样一来，我就完全与外界隔绝了。我这算是被困住了吗？回到房间后，佑奈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焦虑地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。他本想打电话求救，但随即想到白石对他的种种好处，毕竟一切都只是自己的推测。如果只是误会，该怎么解释呢？他反复思考后，选择了在网上寻找帮助。很快他发觉，工作室的服务能完美解决他的难题。
于是他立刻毫不犹豫拨出了电话，但他正要告知地址时，突然间被白石打断。幸亏佑奈反应快，假借骚扰电话解了围。第二天，为了能有机会重新联系，佑奈想像漫画中的角色那样，和哥哥一起在院子吹泡泡，不料被果断的拒绝了。但佑奈并没有放弃，随后就抓住白石的手撒娇。可能是被佑奈的天真感动，他终于答应去超市买东西，这让他赢得了5分钟时间。另一方面，自从昨天收到佑奈的电话以来，厨子一直心里不踏实，因为他最好的朋友就是因为境内消失的。这些年他开了个猫咪工作室，专门帮助各种需要帮助的女性，只希望有天能找到好友的消息。所以当他又收到佑奈的来电，立即答应帮他解决难题。他通过 GPS 快速定位到通话地点，然后迅速了解两人如何认识。由于时间紧张，他连为白石做性格分析的机会都没有，这也埋下了未来行动的隐患。很快，白石接到了论坛的来电，通知他有新的神带少女寻求庇护。由于已收留佑奈，白石本想拒绝，正当一切似乎要泡汤时，佑奈决定冒一次险。他劝白石暂时收留那女孩，哪怕只有1晚，因为那通电话让他回想起自己的经历，对方可能也很需要帮助。可能被佑奈的诚意感动，白石决定帮助他。他让佑奈在家等着，自己开车去车站接人。白石一离开，浅昭就带着黎莎来到门口。佑奈已经准备好随时离开，门锁连着报警器。浅昭建议他翻墙出去，佑奈在大家帮助下逃离了那个地方。但意外的是，这事竟然给厨子带来了大麻烦。白石很快就和厨子碰面了，谁能不喜欢一个可爱又会撒娇的女孩呢？毫不犹豫，白石便把厨子带回了家。佑奈出去买东西了。白石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奈抽好像不在家。他慌忙冲进卧室，逐个搜寻，直至开启佑奈的房门。衣物不见了，他突然明白，佑奈已经逃走了。他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自己明明那么体贴，为什么他们一个个都跑了？但是体贴似乎不够啊。与此同时，跟着浅昭逃跑的佑奈开始感到不安，回想起厨子帮助自己的一幕，他感到难以理解。厨子不但没要服务费，还冒险代替了自己，这让佑奈怀疑厨子的目的不纯。相比之下，白石提供的安逸生活让他觉得厨子他们更加危险。想到这，他不顾一切地从车上跳了下来，这让黎莎俩吓得脸色大变，原打算追回他，没想到急匆匆的两人撞到一起跌倒，只得无奈地看他逃向远处。但他却不知，自己的冲动不仅拖累了厨子，甚至差点自己也落入困境。佑奈逃跑让白石彻底失去理智，他把所有错都怪在厨子身上，于是他决定采取行动。你跑不掉的。就这么回事，毫无防备，厨子被电击倒在地。因此当佑奈气喘吁吁跑回来的时候，看到了这幕情景。厨子无力地趴在地上，白石正给他的手缠胶带。我打算和他同住了，我不再需要你。这一刻佑奈完全惊呆了，他只想逃离，但此刻的脚重得像铅块，把他牢牢定在原地。白石缓缓站起身来，巨大的恐惧让他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。白石失控地对他狂吼，责问他为何要逃离。话音未落，就情绪失控地想要伤害他。所以我再也不信你了。佑奈在厨子及时的救援下苏醒，黎莎和另一人也赶到了现场。厨子在报警的同时把白石绑了起来。这时佑奈终于理清了一切，他对自己之前的行为感到羞耻，并真挚地向3人表示了感激。然后他询问厨子，为何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只因想帮那些孤立无援的人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厨子其实最想救的人是失踪4年的挚友。至此，本集结束。学人精的恐怖究竟有多深？他会悄无声息地靠近你，然后开始模仿你的一切，目的竟是完全替代你。本次求助者小倩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。青美是刚来的新同事，刚到公司第一天就特别讨好小倩，夸她化妆技术超赞，自己也好羡慕，然后满怀期待地求小倩传授点技巧，以为她是真心想学。小倩很大度地拿出自己的化妆品，还详细介绍怎么用。但接下来的事情很快让她觉得可能搞砸了，因为第二天青美带着一样的妆被男同事围赞可爱。不止这些，
还故意在小倩面前炫耀，这让小倩感到不爽。出于礼貌，她没当场发火，而是忍了下来。但她很快意识到，两人的关系越来越怪。小倩刚看上一个包，青美隔天就买了一份回来，尝了尝自己的食物后，马上又买了同样的一份。她这么刻意的模仿，让小倩感觉很不舒服。考虑到在公司，她只好忍了。但很快，更让她崩溃的事发生了。第二天，她发现办公室的青美真让人难受，不只是化着一样的妆，发型也是一模一样，连衣服都完全相同。小倩实在忍无可忍，终于爆发了，总是模仿我，真是没完没了。原本以为同事会跟我一样谴责青美这种学人精的行为，没想到身边的男同事全被青美迷住了，没人站在自己这边，反倒觉得她在扰乱公司和谐。青美借机流泪道歉，男同事们更是同情她，纷纷批评小倩太尖酸。在大家的道德压力下，小倩只好向她道歉，抱歉打扰了大家。但这还不是最过分的事情，直至意外遇见青美看到去接她下班的男友，这让小倩决定不再忍耐。青美一看到男友就夸他特别帅，还说羡慕小倩这么好运，遇到这么理想的男友。青美的巧言讨好让大志很开心，连说她不止甜言蜜语，还长得美。被冷落的小倩显得很不高兴，想快点和男友离开。没想到青美不但无视小倩的心情，还建议3个人一起吃饭。小谢还没拒绝呢，大志就欣然同意了。看着他们背影，小倩心里隐隐觉得不妙。果不其然，后来的日子里，她总是联系不上男友，约他见面也总是被找理由推掉，连自己的生日都忘干净了，这让小倩感到不安，于是决定亲自去问清楚。刚下楼就看见男友走出门，她正要招手打招呼，紧接着后面跟出的人令她怔住，眼前的场景确认了她的怀疑。这时青美似乎觉察到了什么，缓缓地望向小倩，惊慌中小倩竟然选择逃跑，男友跟着目光望去，那里已经没人了。最后青美像胜利者一样夺走了小倩的一切，明明她无错，却被害得一无所有。我的装扮和公司里的声誉，甚至连大志也被夺去，我绝对不能原谅她。听到小倩的事后，厨子决定接下这个任务，计划从青美那里把大志夺回来，给她一个教训，要把大志从青美那里抢过来，然后通过看大志的社交媒体，厨子很快就分析出了他喜欢的类型，喜欢外表酷帅、内心强大的类型，偶尔会露出像小狗一样的笑容，很是萌，喜欢摇滚乐队的狂热，迷恋那些魔法少女的动画。小倩对维子的专业能力大加赞赏，那就让我来抢吧。本集到此结束。他是个专业的渣男终结者，他最擅长把别人的男友抢过来。每次他有了目标，光看看对方的社交媒体，他就能迅速知道渣男的喜好，然后专门为他设计一场恋爱圈套，以此帮他躲开那些渣男。这次的目标有点特别，小倩的公司迎来了一位新同事，这人不止模仿她的穿搭，还故意抢走了她的男朋友大志，最后还得意洋洋的炫耀，这让小倩无法忍受。她主动找到厨子求援，希望把大志从青美那里夺回来。那我来抢过来好了。同时大志也收到了小倩发来的短信，邀请他这周末一起去看魔少队的表演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小倩因为加班没法来，而这正是厨子预谋的一环。大志隔墙仰望着偶像，感觉很失落，因为没有钱再买票。大志决定先撤了。正当他打算离开时，却不小心和一个突然出现的女人撞个满怀。上次没成功后，黎莎想要搬回一城，她说这次一定会好好备战，希望厨子能把争取大志的机会留给他。可是首次见面，黎莎不小心把口红弄到了对方衣服上，真是糟糕。我这么跟你说，虽然大志的反应令人意外，但想到厨子的性格报告，他打算照计划进行。抱歉，但对方却不接受，为什么要故意针对我？显然第一招不灵。黎莎又记起厨子的忠告，对方喜欢狗狗般的笑容。为了道歉，我请你吃饭吧，还是先赔偿吧。大志的一切反应巧妙地躲过了黎莎的所有安排，这让他有点措手不及，不确定如何是好。抱歉，我来给他赔礼道歉。厨子的出场巧妙地帮黎莎摆脱尴尬，恰好浅朝也打来电话，要他找个借口赶快离开。黎莎意识到自己又闯祸了，假装肚子疼，
匆匆离开了现场。黎莎突然出现又消失，让大志感到困惑。因为没票，他打算离开。厨子急忙拦住他，然后说因黎莎走了，多了一张票，如果行的话，想请他看演出，作为弄脏衣服的补偿。一说完就拉他进去，不等回答。演唱会后，两人约到酒吧，子不经意间拿起酒杯，快拍了一张。大志在享受这一刻的独处，接着聊起小戏放鸽子的事，抱怨差点错过演出。厨子说可能是前辈嫉妒，故意针对的，因为有些女人嫉妒别人过得好。大志听后陷入回忆，小倩曾抱怨青美在刻意模仿她，这让他很烦，但他没太在意。现在有新美女陪伴，小倩很快就被冷落了。灯光微暗之下，大志凝视新欢厨子，惊讶地发现他眼角有颗泪痣，连现任青美都不知道。他特别喜欢泪痣的女孩啊，我之前没听说过大志对痣有特别爱好啊。同时浅昭匿名发给青美一张照片，这正是厨子刚拍的照片。蓝色指甲提醒着他，这人肯定不是小倩。很快他就自己找到了答案，但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厨子故意安排的。所以当他因男友不忠质问他时，却被男友冷酷赶走。气急败坏中，青美斥责大志是个渣男，却遭到冷酷的回击。我受够了你这种女人，你说啥？你不过是个山寨货。山寨两字如刺痛了青美，慌乱地捡起掉落的包，逃离了这个地方。然后大志转身离开，却发现厨子正准备走。他急忙地开始道歉，并解释青美只是前女友，让厨子不需在意，坦白自己真心喜欢的只有厨子。我不喜欢感情复杂的男人，以为事情会就此结束。谁知第二天，小倩一进办公室，就听见同事们在小声讨论着什么。随着她逐渐靠近，看到青美一脸沮丧地坐着。抱歉，小倩默不作声，她并不想原谅对方，毕竟一句道歉不足以抚平所有伤害，但她不想继续怨恨青美。想想自己成长过程中也受了许多人影响，虽然和青美不同，自己找到了合适的学习方法，然后说与其埋怨他人，不如努力提升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强。最后她真诚地感谢了厨子三人。浅昭接着说，如果需要和男友和好，他们愿意伸出援手。不用了，受够那渣男了，直接扔了吧。这集到此为止，感谢一直关注并等待更新的各位，下个故事再会。